有航空母舰跟没有航空母舰就差很多，因为航空母舰出来不是只有一艘母舰，对，它是整个战斗群。先不讲它甲板上的各种的这种战机、对，舰载机，它还有驱逐舰，还有这个巡防舰啊，水下还有潜舰，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兵力的移动。所以呢，即使那些跟中国大陆之间没有冲突的这个现象的国家啊。但是他们都会感受到这种压力。新华社最近报道了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11月5号在海南三亚举行，大陆国家主席暨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出席，而且还登上了福建舰视察。他还进入了弹射综合控制站仔细观摩整个作业的流程，而且亲自按下了弹射按钮。福建舰在编成之后呢，中国大陆的航母正式进入了3航母时代，也就是说呢，可以进行一艘训练、一艘维修、一艘部署的轮替，形成全年常态运作的能力。而未来呢，中方的航母舰队可能会在台湾周边以及南海海域，用不间断的方式展示他们的武力，对台海及南海展开持久性的战略胁迫。好，所以正式的进入了3航母的体制啊，当然对于西太平洋各国，尤其是以美商为首的这个国家呢，带来战略压力不小。那对照美方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向来是规划是利用盟国的包括水上、水下还有飞弹网所构筑的这个岛链防线，攻守之间，委员怎么看？这样子，他这个3艘航母这个现在都服役了以后呢，其实压力最大的是离中国大陆最近，而且跟他有旗舰或者是有对立、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国家或是地区地方，有菲律宾、台湾、日本、南海，我觉得都还好一些那这个是比较近，那越南大概也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那其他的国家大概就是比较有的是一种所谓炮舰外交啦，就是你看有航空母舰跟没有航空母舰就差很多，因为航空母舰出来不是只有一艘母舰，对，它是整个战斗群。先不讲它甲板上的各种的这种战机、舰载机，它还有驱逐舰，还有这个巡防舰啊，水下还有潜舰，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兵力的移动。所以呢，即使那些跟中国大陆之间没有冲突的这个现象的国家但是他们都会感受到这种压力。所以所谓的炮舰外交，不是真的去打你，用航空母舰、用炮舰去打你，而是让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所以航空母舰是最容易提醒那个其他的国家说，这个航空母舰的拥有者，他就在你的旁边，你的感觉会怎么样？譬如说，他如果到澳洲的外海停在那个地方，澳洲的感受就会变得非常压力很大、强烈这样子所以，当然这个最重要的来讲，追根究底还是跟美国的关系是，虽然它严格讲起来，美国并不是这个区域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在中国大陆周遭的这个国家，它其实政治呢，它的本土是在1万公里之外的这个美洲，但是这些不管跟台湾，不管跟越南跟菲律宾、或许还加上越南，尤其跟上日本，如果有所冲突的话，美国是一定会采取行动的。所以最后讲起来，就是你跟美国之间，你造这航空母舰，你的战略的意涵跟美国之间，你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战略关系的变化？对，那就讲95、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台海飞弹危机，为什么最后可以平顺的解决？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国防部长 Perry 建议说，你派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海来，克林顿决定派2个，所以就在这附近就摆了2个航母战斗群，这个危机就结束了。所以中国大陆受到刺激，从那以后他就加速要造航空母舰，那现在造出来了。所以等于说，下一次如果台海或是南海或是日本这一带如果发生了军事上的对立的现象，尤其是冲突的话，你美国航空母舰来不来？以前如果中国大陆没有航空母舰，尤其没有3艘航空母舰，美国来的意愿可能会比较强。他
采取主动打击手段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强。对，现在人家也有3个航母间战斗权的时候，你美国应该还是会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你可能姿态就没有办法过分的强硬，而且可能要来更多。对。而且你的外交可能要跟军事的手段要同时进行，因为你担心在2强之间，海上打完就打核战了，所以他们会有所顾忌。所以航母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外交跟军事的一种手段。而且就海军来讲，海上战力等于说是提升了一个量级哈。原先你可能银量级对于这个重量级，但现在呢，我重量级对你的重量级。不过在西太平洋这边呢 ，Russ 怎么看哈？因为结合双方的航母战力，还有在这几年其实有一个分析说，所谓的主场优势哈，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在特别靠近不管是台海也好，往北的东海，甚至往南的南海，其实有它的主场优势啊。在综合现在提到的航母战力，那美国这边进来，两方的比较你怎么看？目前还有过去从2战之后，西太平洋主要国家还是美国了。那将来几年真的会有变化吗？我觉得，虽然2个国家，中国跟美国会有这个竞赛了，在西太平洋谁的实力比较大，但是不管是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这些国家都支持美国维持它的地位了。那美国也会愿意，虽然很多人认为川普是不愿意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川普也是非常支持提升国防预算，他也是非常支持美国在造船的能力，投资，还有跟南韩、日本等等国家合作。那这个海军投资啊，造船投资不是为了中东或欧洲那边。我们知道，都是为了在美国在西太平洋能有足够的部署了。所以美国跟中国有这个竞赛，美国不会放弃了，这是事实。而且我相信，不管是川普的接班人，美国不会放弃了，美国会继续。那你觉得未来美国在战略的部署上面会增加航母的数量吗？因为现在在西太这边的话，大概就是乔治华盛顿号好是常态性的部署。那未来会增加航母的数量来抗衡，就是因为现在3航母的现在就是至少有1艘是常年在戒备的。这个的确有难度。为什么？我常常说美国总统过去不管是小布希、奥巴马、川普、拜登、川普2.0，一直说美国会把这个 focus 焦点会放在亚太地区啊，结果是没有，真的是离不开中东了。连最近几年了，美国不管是拜登或川普认为可以在太平洋增加部署，后来发生伊哈冲突，立刻就调航母到地区战争啊，美国还是会把航母调到那边去。但是很明显，美国的长期规划是这个资源要把焦点放在亚太地区。那这个会不会等同美国会增加航母了？这个难了，因为航母的投资是非常庞大的。没错。那所以这个目前是完好，但是至少美国是希望现有的航母多几个是可以长期部署在西太平洋这边。对，就算这个数目没有办法增加，起码可以联合，像最近看到这几年不是也是在谈跟日本方面的合作嘛，以类航母或者轻航母的方式来作为搭配使用哈。那说到这个部分呢，我们讲到航母啊 ，CNN 还特别做了一个分析，他们说呢，虽然福建舰采用的是电磁弹射系统哈，对标的是美军最新的福特号级航母，那让这个战机呢提高远程打击能力，但是 CNN 说呢，舰载机的起降效率哈，这个大陆的航母呢只有尼米兹级航母的60%。另外呢，福建舰呢仍然以传统燃料推进，需要定期的靠港或者是从海上来补给油料。而针对中方海军战力的提升啊，川普先前也宣布嘛，他说要跟韩国来合作，在费城一家造船厂建核潜舰哈。那外界现在也预料，也估计说，韩国生产的第1艘核动力潜舰啊，渴望在2030年代的中后期下水。好，现在 CNN 提出了福建舰的2个短板，那
委员怎么看呢？这个有人说是酸葡萄心理啦，但也有人说，他点出了至少中国大陆航母必须加强的部分。我觉得他讲了，对我来讲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潜舰你那个舰载机下降的那个位置，跟你的那个航道的这个主航道的那个中心是有9度的偏差，就是隔开9度。那你现在福建舰只有隔开6度，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舰载机下降的区域，跟那个我们就用主跑道这样讲了，上面的2个核磁的弹射器啊，太接近，所以呢，你会彼此会牵制，对不对？所以你的舰载机起飞的速度会变慢，对，次数会变少，否则就会相撞。对不对？一个要回来，一个要弹射出去，两者就会相碰啊。那避免相碰的话呢，那美国因为它隔开了9度，所以呢是很有安全距离的。你飞你的，我飞我下降我的，你起飞然后我下降，好像干扰的情形会少很多，风险低。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这种讲法，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人家可以反驳。所以应该是一个，只是中国大陆很可能下一艘航母就立刻修正，他就把它调整了。对，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燃料这些问题，核子动力这个航母，当然你会腾下很多的空间，因为你这个核子反应炉比你要装满油才能够出去，那个差很多嘛，空间的使用就差很多了嘛，所以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呢，下一艘听说中共要出来的这个航母就是核子动力的，对，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是的话，那就当然它的这个整个的怎么讲，就是载重的能力会加强很多，可以装更多的弹药，可以装更多的舰载机这样子。对，至于说这个韩国要造核潜舰，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核潜舰是帮美国造还是帮韩国自己造？我不知道，因为到目前为止帮美国造，对，所以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石破茂先生很多年以前，他家当首相刚下来，我在东京跟几个朋友跟他相遇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他说我们日本就是想要核子动力的潜舰，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那时候澳洲正在讲这个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族群种族的问题。美国是把澳洲当作自己人，你日本就不是自己人嘛？日本应该看起来是没机会的，但对，所以韩国有机会，日本没有机会，韩国也不会有机会。可是有一个问题啊，陆老师，您怎么看哈？就是说，韩国造船这个当然能力是优于美国啊，所以当然才会找南韩来合作嘛。可是呢，把这个造船的地点拉回到刚刚讲说费城，这个。不在韩国制造，反而舍近求远哦，到美国。当然，一方面是把制造业拉回美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是防止技术的机密外泄。还有其他原因吗？您觉得？当初李在明跟川普碰面的时候，李在明本来只是想说，我那个动力潜舰哦，你美国是不是提供我核燃料，让我就变成核潜舰？他当初是这样想法，就没有想到川普呢，他直接在他的 Truth Social 里面直接说，我们要在费城。建造一艘这个核潜舰，由韩国的韩华海洋来做一个制造，他就自己突然这样宣布。那李在明他们一听，那更好啊。但是现在就像你讲的，的确，第一，川普当然有他的算盘跟考量。第一，他可以强化美国的造船的能力。第二，这个厂房啊，因为费城啊那里从来没有见过核潜舰。所以韩华海洋呢，必须要打造所有的设施，那这些成本都要由韩华海洋来出，所以他这个算盘打得非常好。第三，让美国的造船工人又有活可以干了，美国造船工人又有事情做了。第四，这韩国呢，美国希望韩国在水下武器方面发挥它的力量，这是他一个考量。因为过去韩国一直说北韩就快要有了，那我们都还没有。所以美国要协助我们这一块，那美国说好，我来协助你，但是核燃料我不能现在拿给你。美国还不允许南韩有所谓的核子武器，所以他们说，来我们美国费城造。所以当然这个趋势演进下去的话，将来日本早晚也会有，因为韩国有的话，日本没有的话，那日本又会很不开心。当然日本现在也有它的问题，因为日本跟美国在某些军工产业里面
有一些竞争关系，所以美国要不要允许他？他们还要多做考量。第二呢，日本他自己是所有目前全世界受到核武器受害的唯一的国家，所以他们对于这样的他心里怎么调试，他怎么能够做出一个核潜舰，这他也是要来克服的，他要说服他的国民。所以我相信，如果韩国将来可以做，那日本未来也早晚也可以做。川普现在要担心、要烦恼的，恐怕还有很多事情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军的航母，因为美国的最新航母福特号，它的电磁弹射系统频频故障，让川普很不高兴啊。因为根据这个资料显示，福特号在服役前进行747次的电磁弹射的测试，总共发生10次的严重故障。这个数字呢，远超过美国海军平均4166次弹射出现1次严重故障的这个标准。所以呢，川普非常生气，他就下令说，全数的美国航母要回归到蒸汽弹射，而且还怒批我们美国花了几十亿，怎么做出这种愚蠢的电动玩意？那这个决定当然立刻也让军方炸锅，连美国军工业都跳出来痛批说，你这样做的话，简直是倒退回冷战时期啊！因为美军的退役上校就指出说，正在建造中的美国航母，如果强行修改，把原本最先进的弹射这个电磁弹射改回到之前的蒸汽弹射，这会导致服役期严重延宕。另外一个频道战区也痛批这个决定可能会动摇美国航母更新计划的根基。更严重的是呢，美国唯一的蒸汽弹射零件供应商去年已经宣布停产了，所以到时候真的改回到蒸汽弹射，恐怕最后是无货可修。好，那对照这个美军的航母呢，我们来看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福建舰。已经试过了3型的这个舰载机包括歼15、歼35、空警600，顺利完成了3连发的电磁弹射。所以可以看到，是中美两国的航母技术在这个时候就立刻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差。那当然，这个川普说要退回就是说把它改回到原来的蒸汽弹射，也有看法是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气话这个只是觉得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呢想不到造出这种玩意儿。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先说，在这个航空母舰的一个起降，基本上有3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类似山东号或辽宁号的那种滑跳式的一个起飞甲板。好，这是这个相对来说是这个冷战时候俄罗斯走的一个技术。那再来的话就是蒸汽弹射，这也是美国目前主流航空母舰，各位经常去听到的什么尼米兹号啦，或者什么乔治华盛顿啊，它采用的就是这种蒸汽弹射机。那这一种的话也是目前的主流。第3种的话就是现代来讲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就是现在在福特舰上面去实验，就这一次川普骂最多的这个电磁弹射，也是在这一个解放军这里的话，福建舰上面他所使用的技术。OK， 好，那为什么这边的话，美国会说要先回去到这一个蒸汽弹射？我个人会认为，川普他其实当然说气话归气话，但是他自己会认为，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等你这个最高科技的结晶了。我现在要的是先冲量才求值，先求有才求好。因为现在在海面上面，美国海军不一定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实力，他或许没有办法在这边完全的去碾压这个解放军，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其实当解放军的一个海上的实力崛起的时候，它的航空母舰是不是我要先求一个稳定成长的技术？所以我会觉得他今天要讲的，倒不是说完全是要去否定了电磁弹射，而是说我要保持蒸汽弹射的技术，让我如果电磁弹射没有那么顺利的话，我这些其他的航空母舰都可以持续去一个使用，或者是去运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对。那再讲回来的话，为什么今天电磁弹射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个人会认为会是在这一个马达的传输效率上面，它其实这个故障不是说这个电磁技术的一个故障，而是在海上试验的时候。因为一艘航空母舰，它的一个配电非常重要，不管是这个电梯的一个起降啦，或者是任何的系统啦，当你在这一个发电量如果没有办法去支付，或者是在转换效率上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电磁弹射的这一边出现一些故障。所以其实现在美国要做的，或许是要回归到它的一些比较细部，在测试的过程中间去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因为其实中国在这里，它等于是有一点弯道超车，它跳了一代。对，我们仔细去看，中国它从滑跳就直接跳到电磁弹射喽，它是没有
蒸汽弹射。所以其实今天美国他会希望的是，如果我没有电磁弹射的话，我至少还有一个蒸汽弹射可以去运用。有一个关键名词啊，叫中压直流哈，就是说在中方解放军这边，现在最新用的电磁弹射采用中压直流，这个部分的话是关键，是一个反超的关键吗？我会觉得倒不能说是反超关键，应该说在技术的应用上面啦，这个是一种方式。但是其实今天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这一些科技高新科技是没有问题，可是其实对中国来讲，它或许在一些基础产业、基础工业上面，比如也会回归到就是在海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难关必须要去突破。那这些难关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福建舰它现在是在南海这一边非常多的一个海事，我会认为是船开出去已经没有问题了，可是接下来就是它起降的效率。它还有就是在起降的过程中间的一个配电，因为毕竟它不是核能，它还是用传统的一个动力。那传统动力的话，这里就会是在这个电力的配置上面，这一点或许也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观察解放军航舰发展的一点。就川普现在想要大力整顿美国的海军，无非也是意识到了美国海军现在在整体海上的作战实力哈。这个原先还唯有强大的优势，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跟昔日相比啊。那当然除了弹射系统之外呢，川普最近还亲自下令啊，他说他要恢复战列舰时代，宣称要打造黄金舰队，用厚重装甲跟巨炮来对抗中国大陆的海上力量。这个新的黄金舰队呢，要纳入大型战舰、小型护卫舰，而且呢配备更强大的远程飞弹。可是呢，就有军事专家啊，就提醒他说，这个军事专家就指出啊，战列舰的缺点非常明显，包括什么航速慢、雷达反射大，很容易成为飞弹的靶标。而现代战争早就进入了无人化、高机动、远程制导的时代，更何况啊，这些重型反舰导弹的出现，让依靠这种重装甲的战列舰根本无法抵抗，只要击中一发就有机会因此瘫痪。所以言下之意，连军事专家都觉得，川普所提到战列舰也好，要打造黄金舰队，其实川普很喜欢黄金啊。你看这次去韩国有一个黄金王冠，然后呢，在美国要打造一个金琼，什么都是金哈。那但是这个黄金舰队，或者说我们现在先讲战列舰，真的适合现在的战场现态吗？周老师，首先可以肯定的哈，就是如果美国海军真的根据川普的命令去建造的话，在川普卸任之前，他们也不会造出来啊。时间绝对对，时间来不及啊。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下令就是说，美国海军要把他的舰队数目提高到355艘。那结果到他卸任的时候呢？当然都没有成果嘛，所以到现在美国海军的舰队数目就是大概287艘左右。那所以这个主力舰的情况，其实我认为也会是这样子。川普当然是不断的去勾勒一些想法，他的重点是几个重点。第一个，他要告诉大家他对美国海军的一些美好想象，让大家去想象美国海军未来会是像过去那样个，比如像说什么威斯康星号啊，或者是这个米苏里号那样子非常庞大的，对，因为那个是二战时候美国是战胜国，是全世界的霸主那个的形象，他要的是那个意象。据说他经常晚上跟美国的海军部长交换讯息啊，所以他强调的是他很重视这件事情。那他真正会做的事情，大概还是会优先造很多的小的舰艇，特别是无人舰。这个才是能够快速弥补美国舰艇不足的一个方法了啊。那当然，至于这个，我觉得还是会造说不定在川普的要求之下还是会造，但是大概造不完，在他任内。那是不是就是在这一艘摆在那里做一个形象，还是说他会继续去发展新的类似的概念？这个我觉得还有待于海军去发展。但是他要强调一点，川普非常重视，所以在白宫里头也有专门的造舰办公室。甚至川普本身也不断强调，就是说他要命名啊，那这个命名对他来讲也非常重要啊。那就是我认为川普就是在唤醒大家对海军的重视，对于美国黄金时代的想象。未来可能会有川普号，这个是指日可待。但是林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提到的黄金舰队啊，你看起来就是阵容庞大，好说，但是军事专家都提醒了，很危险的，这万一成为靶舰啊，或者是说这个依靠重装甲，它很容易被发现等等的一些缺点啊，它当然有它的这个优点，可是缺点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代表的是现在的一个战争的形态已经不一样了，对，已经不是靠这种大舰巨炮来这样称霸这个各大海洋的这个时代了。所以其实川普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口号偏多，那他这个口号其实就是回归到要让美国的造船业再次伟大，让海军再次伟大。那这里的话，其实刚刚我们有去提到这个战列舰到底会不会重出江湖？我个人会认为要重新造真的是不可能，来不及了嘛。它最快的其实是什么？起风，把密苏里号重新去把它就运作起来。因为我6月的时候刚好也有去夏威夷一趟，我们去参观密苏里号，你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博物馆，可是其实它下面的轮机是民众不能进去的哦。为什么？因为轮机那一块就是引擎的那一块，引擎室那一边，它有随时做好，如果哪一天要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它是可以去重新去启用的。所以其实今天美国它也是有去做好的是，我个人会认为啦，要去做那么多船真的是不太可能。可是如果我把一些封存的船重新把它起风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另外一点就是今天对美国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叫过去曾经提过一个叫千舰海军的计划。这个千舰海军不是只有我美国海军哦，是我日本、韩国这一些全部我联合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打造一个国际黄金舰队？我会觉得这个或许是川普在口头上可以解套的一个方式。即将成军的福建舰，那根据央视新闻的最新报道呢，说这个歼15T、歼35还有空警600三种这个舰载机呢，已经在福建舰上成功的完成了弹射起飞还有着舰的训练了，显示出的是福建舰已经具备电磁弹射还有回收的能力，已经达到服役可以需要的条件。福建舰未来预计呢会和山东舰共同部署在海南岛，要强化中方在南海这边的战略投射能力。另外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张军社，他强调，他认为其实现在的航母还不够，因为他认为呢中方至少需要6艘航母才能够确保呢2到3艘随时维持战备状态，因为航母让美方也是如此哈，333的一个原则。好，所以这个现在看到是福建舰。那么特别已经完成了相关的3种舰载机的这些起降的训练哈。那也提到了，因为最近大家在想着说，中美两军的这种，我们讲说不是只单看武器啊，还要看整个他们的战略跟他们现在光是在武器上面。我特别想问的一件事情，林老师，歼35啊，因为看到报道上面是说。据称啦，3天就可以制造出一架。然后呢，中方你觉得现在要达成他们的6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这个计划哈，大概会需要多少时间呢？第一个我们要先想的是，它为什么需要6艘？那6艘的话，我们先说它可能在这个大连啊，在这北部这个战区有1艘，好，南部这个我们讲在这一个南海这边也有1艘。然后的话呢，今天在外海，它可能有1艘要长期在外面巡弋，可能也会需要1艘。然后再来呢，你平常要入港要去大修，要有1艘要在维修，然后再来有一个可能是训练，然后再做一个准备，或者另外1艘也在外海，所以其实它基本上要去达成战力，一般来说你至少要到5到6艘航空母舰。是，那今天的5到6艘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接下来算是现在录影时间，我们2025年算是已经下半年10月要结束了嘛，所以然后现在应该快要有3艘的战力了。所以基本上，我个人会认为，应该还要在个3年到4年的时间，它才可以去达成到5艘到6艘的一个战力。可是今天要去想的是，当我第6艘出来的时候，第1艘辽宁是不是已经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在第一线了？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辽宁号它会走向的是担任训练舰的一个工作。所以其实这个是它目前的我们常说6艘航舰的一个战力的一个规划。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是说，刚刚有说对这个南海局势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嘛？福建舰最近来看福建舰现在的一个，与其说最近是在剑指台海，可是我们有时候要去想的是，打台湾或台海战争需要这么多航空母舰吗？可能有一点这个杀鸡用牛刀，或者用不太到嘛。所以其实今天为什么要5到6艘？除了台海之外，它更重要一点是要往南海，甚至是未来的太平洋这一边去发展。那这里的话，今天如果还有5到6艘，就不会是只有在南海局势造成变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要去看的是，今天我个人会认为啊，南海只是它小试身手走出去的第一步。因为你如果只在南海的话，你要想的是南海周边的一些可能对中国来讲它的一个假想敌
菲律宾啦、越南啦或其他这些国家会需要用到航空母舰吗？这一块是他必须会去重新思考的。所以其实他今天有了航空母舰，他会的一个战略目标就不会是只有在南海这个地方，他还要在这走的更远。那另外的话我们另外一点要去想的就是说，今天的航空母舰，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航空母舰这一艘船。可是要去达成战力，第一个就是舰载机，没有错，歼15T 啦，歼35啦，红警600啦，逐渐都出来了。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后面的补给，你的这一个他们说的是补给舰，大型补给舰有没有办法跟着航空母舰一起出去？同时，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航空母舰旁边的护卫的一个舰队，整个战斗群，对，因为这一切就是另外我们要去观察的。因为我们看在6月的时候，它不是这个双航舰战斗群出去了那个第一岛链吗？到了这个甚至到西太平洋，出西太平洋，说突穿了第一岛链，突穿第一岛链，在太平洋有一个大军演嘛。是，可是这个军演其实我个人会认为是现在解放军还在实验一个航空母舰的战术战法，也测试自己的能力。有一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过去可能是俄罗斯这个滑跳起降的这一种飞行的模式，它要走的是俄罗斯路线。但是它现在福建舰如果它是用弹射，它可不可以把它的作战模式改回到美国的 style、美国的战略？那今天它同时有俄罗斯的这种作战模式跟美国的作战模式，它这个十字路口要如何去调配？对，我会认为未来的话，可能福建舰它才会是一个走向我们讲决定版的航空母舰，因为这个滑跳的它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所以其实我会认为，具体来讲，可能接下来在这个3到4年之间，数量冲起来没有问题，但是要彻底的一个形成战力，形成像美国这样的护卫舰啦，以及它的一个后勤保障能力，或者是在这个作战的模式上面，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时间。对，而且成军下水之后，你要不断的透过演练啊，就像我们现在所提到说，福建舰他们已经在进行相关的演练了。而且你真的是可以想象，那个我记得前一阵子不是美国特别拉了到2个双航母的这个战斗群到中东去压阵嘛哈，所以双航母战斗群它是有一个战略上的必要的哈。好，除了加速福建舰成军之外，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中方也在出手打击美军航母。特别在维修上的量能，怎么说？南韩10大财团之一啊，主要他们的业务是造船与军工的韩华集团。韩华集团在全球算很有名的，有5家美国子公司呢，最近遭到了中方的制裁，理由是什么呢？是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海事、物流跟造船业展开了301调查，并且采取措施。在这之前，其实韩华集团8月份才宣布啊，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要投资50亿美元，支持川普的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这个计划。那因为呢，目前美国的本土造船在全球市场的占比啊，真的非常低，不到1%。这个海军力量跟航运体系大量的依赖日本跟南韩，因为日本、南韩加起来全球占比有30%啊，这个造船产能也不容小觑。而美方呢，近期呢就试图通过向中国大陆制造的船舶来加收这个入港费呢，来企图把全球造船的订单导向日韩，来削弱中国大陆造船业的国际竞争力。现在看到这个中方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呢就干脆出手制裁。而且你会发现，最近中国大陆他们几乎是比照办理。美国常被管辖，我也常被管辖。美国呢，你就是封锁，我也封锁，哈，所以双方都在下毒手，哈。这场航运生死斗怎么看？第一个就是说，中国、韩国、日本占全世界这个 production shipping 大概是90%嘛，哈。那韩国大概是中国的 capacity 大概1半多一点嘛，哈。那美国当然就是说，只剩下5个 active 这个 shipyards 可以做这个海军相关的，是可能15个可能是比较大型舰嘛哈。当然台湾是比较可惜哈，就台积电到美国，让这个美国的 American Semiconductor Great Again， 可不像是韩国，到美国 American Shipping Great Again 就把汇率就从28降到15%嘛哈。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大国的外交是很精准哦，基本上是个食人牙慧的东西，因为韩华的5家美国的子公司也好。跟中国根本就没有 trade relationship， 所以在这个中美的 great decoupling 以后也不可能，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打击哈。那当然，美国在韩国的这个帮忙下，可能就很快可以变全球第4名，就超越菲律宾哈。那至于美中之间的航运的问题的话，就以前是直接走太平洋，将来就是绕着走太平洋，但最终有可能就是从太平洋变大西洋，所以对整个 Indo-Pacific 来讲，最终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了。
对，所以现在韩国摆明现在就是像您刚刚提到说，没有所谓的这个 decoupling 的问题哈，它摆明就是变成未来的美国造船的，好听一点讲的是 partner 哈，但是呢，直接就是美国叫你帮忙做商船也好，特别是军舰也好哈，就是由韩国这边来负责，包括日本也是。好，那韩华集团呢，当然面对这个中方制裁呢，它还是必须要摆出一个态度哈，所以他也提出了一个反制作为啊，就是最近他们打算向菲律宾出售一款新型的反舰弹道飞弹，叫 CTM-ASBM 啊，这个打击范围呢可以达到160公里，并且呢要配备整合式的巡标器啊，可以精准瞄准海上所有的舰艇跟船只。研发预计会在2028年完成。那么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弹道飞弹呢，反舰飞弹哈，跟韩华的 K239叫天凌啊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配套使用。哇，这个孝伟兄是专业，来带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武器。这个东西其实是韩华集团蛮新研发的一款武器系统啊。那它的这个武器系统，其实也就是说，这整个系统来说，它其实有点像是美国的 HIMARS 系统。也就是说，其实美国因为自己本身 HIMARS 的这个系统产能也有限，而且现在要买的国家非常多，所以其实韩华某种程度来讲，它这个情况呢，它这款这个 CTM-ASBM 的这样一个飞弹，就有点像是这个武器系统上面的 K9的弹道飞弹版。什么叫 K9 弹道飞弹版呢？就是说，你看到现在韩国武器出口大众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K9 自走炮，它其实就是15公里的这个自走炮哈。那个某种程度来说，就是美军的 M16拐的这个自走炮的这个韩国版。因为韩国当初在研发这个武器的时候，大量的从原本的美国的 M109自走炮中去获得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去做这个东西，而且韩国可以把它做的价钱更便宜，然后售后服务更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有很多国家愿意买韩国的 K9 自走炮。那这个CTM-ASBM 的这个概念也是相同的，它其实本身就是把过去跟美国的 HIMARS 多管火箭发射器里面整合一个叫 ATACMS， 还有现在更新研发的叫Strike Strike Missile， 也就是 Strike Precise Strike Missile 精准打击飞弹。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也是可以利用我们刚刚讲到原本 HIMARS 火箭弹的那个发射器发射的。那这个时候韩华就锁定这2种武器，它都进行开发，它希望能够在2028年前把这2款飞机这2款那个火箭其实它说是火箭，其实它本身是这种弹道飞弹。第一个，它 ATACMS 就是炮兵那个火箭，但它其实射程已经到300公里了。那另外像那个精准打击飞弹，它射程更长，600多。等于说我今天菲律宾想要获得这种美国的这个精准导引武器呢，像这个不管是 HIMARS 跟 HIMARS 搭配这2款飞弹的话，但是第一，美国的产能可能来不及；第一，因为美国已经答应了很多国家了嘛，对。第二，美国货比较贵，像比如说之前美国说要同意菲律宾购买这个18还20架的 F-16 Block 70，但对不起菲律宾这个国家你知道软囊羞涩美国说我可以卖给你，但对不起我拿不出银子来把它那个真的买回去，结果他们选择了这个韩国的那个就是 T50、F50的这个战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对于菲律宾来讲，他现在是面对中国大陆的在南海的这样一个军事威胁来说，他又希望能够快速获得能够跟中国大陆相抗衡的武器，又希望价格又要便宜。所以这个时候，韩华推出了这2款的这个那个精准导引飞弹，因为它其实也是依照美国这个 ATACMS 跟那个精准打击飞弹，做出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炮兵飞弹。那这个飞弹可以让那个菲律宾拿去以后，短期之内具有大量可以嚇阻解放军海军在菲律宾近海或者是菲律宾所宣称的他拥有这些南海的这些岛礁中这个部分呢，他希望能够借此嚇阻到中国那个解放军海军力量。而且从这个菲律宾所现有的预算来讲的话，这韩国货当然比美国货便宜很多，对，是他负担得起的，这个是重点。对，所以韩华这次的这样一个动作，摆明就是针对着中国大陆的制裁而来。可是我要问的是说，后续效果是如何？来简单帮我们补充一下。这边的话，其实后续的效果会如何？我们其实要看的是说，你有了这些武器，可你的系统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其实是刚刚其实我们在谈的，不管是解放军也好，美军也好，重点是你的系统。所以其实对于菲律宾来讲的话，你买了这些武器，但是你怎么用？而且说实在，现在在南海的一个冲突，对于菲律宾来讲的话，它不是只有在这个实际的开战，它很多是我们讲的灰色地带。所以其实它现在要把这武器拿来提升它的一个火炮这一块吗？还是把这些船把这些经费买更多的船？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话，南海不是这一个跟中国有很多的海上的一些交错吗？那边没有开火。
所以其实与其把这个钱放在这个提升它的这个火力，我个人会认为它现在比较多的可能是载台这一边要去把它提升起来。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过去菲律宾不是没有钱，它也不是没有武器，可那武器放在那边久了就生锈，久了就保养没有跟上。这一块也会是去阻止他的一个作战的效率的一个原因，甚至是我们在看他之前在这个冲撞的一些就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的这些他们所谓的海警或海巡的这些船只，它的一些装备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简陋，或许船体是日本还是什么很好，可它上面的一些冷气啦或者是发电机啦，它上面的护卫是有限的，所以可能在这个水柱冲击上面，可能就会很快的有一些问题了。了解，所以其实这一些都会去影响到它的战力。中国大陆的海军最近一支影片让全球都非常的关注哈，这是福建舰最新公开的一支影片当中，就看到包括了歼15T、歼35还有空警600这3款最先进的舰载机同场操练起降的任务，那也首次完成了电磁弹射，还有包括呢这个起降这个相关的训练。那当然，这也代表了中国大陆的航母呢，已经彻底跨越了蒸汽弹射的旧时代，直接切到了最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而中国大陆的航空学会有专家就直接表示呢，说这是一次舰载机与航母核心技术的双向赋能，将有力推动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实现代际跨越。最近呢，在网络上面还有传了一段这个影片就是3个美国军方退下来的这个对军事相关的一些 YouTuber 还有这个 Podcaster， 他们就开始在看这个福建舰的影片。一开始的时候还嘲笑一开始说这个都是在 copy 美国的军舰也好，还有包括飞机也好。但是后来呢，看着看着就严肃了起来，就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说，透过福建舰这次的操演，他们真的必须要提醒美国军方，就是小心解放军这个远洋打击，甚至包括说他们在水面上的投射能力那我想先请教大使这次我们看到福建舰释出这段影片，当然在这个时候时间点大家也在讨论。另外，是不是标志着是说中国大陆的海军正式具备刚刚所提到的远洋作战的能力？我们常常提到的是一个是能力的问题，一个是意图的问题。我觉得作战能力还比较笼统一点，就是说它的打击能力那基本上就变成这个航母本来就是攻击性的武器，它不是防御性的。防御你有岸基的这些都可以你这些攻击性武器就是我把一个浮动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机场放到你家门口，我上面站了60台到70台的战斗机，你想这个威胁大不大？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它本身它是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话，它还有就是说它的防御能力的话，它是一个区域拒止，它是把整个区域都控制住的，你就过不了它这个关。那现在这个福建舰是中国大陆第3艘、第2艘自制的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那个弹射的方式，电磁弹射，它是电磁弹射，而且它没有用蒸汽弹射。你要知道这个几代，第一个就是说滑跳的现在你现在的辽宁跟山东都是滑跳的，都是是往上飞出去的那后来你要平板式的这个甲板的话，你就是什么蒸汽弹射，蒸汽。那现在中国大陆的第3艘没有这个，它直接电磁弹射，光这一点就已经是很大的性能的改进之外它会空出很多空间，因为你要知道电磁这个蒸汽弹射，它需要大量的水分，它要用烧水烧的很多，对，那你就要很多这些淡水在那个船上，你就要有很多储存的空间，那它现在不需要，所以它的储存容量就会变大，虽然8万吨，它就省出比较空间。现在一般估计它有60架战斗机载量载机量是60架，那可能还更多，因为它的空间大了，舱内的空间也大了。那另外一个就是电磁弹射，事实上的话，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弹射的力道很大，而且它调整很快。然后它这个第一波跟第一次弹射跟第2次、第3次弹射之间准备空间很短。因为你靠蒸汽的话，你要你要储存足够的蒸汽，然后第一波打出去。那你个电磁弹射就是电，就是起降速度会变快，速快。对。然后你现在看它的这个弹射能力比如说空警600，它事实上的话，它的满载的吨数是36吨，36吨，你可以看出这次爆它很快，它那个很顺利。是。那你就看变成就是说，它另外它是最重的了。
那你比如说像歼15跟歼35的话，歼35的最大的它的这个载重量28吨，28吨，所以它这个冲力它这个推挤就非常大。另外歼15它是在30吨左右哈。那问题就是说，它最大的载重量代表什么？就是说它的载弹量会很大，然后它的载油量是满载，甚至它可以加挂外挂油舱或者外挂电战舱，它都可以外挂。所以它一个飞机上去，它战力就增强很多。但即便是满载，都证明了一件事情是，对于这个推力来讲的话，是绝对可以应付的。绝对可以，它就整个的作战能力就向上。你原来你一个飞机上去，它不能够满载，那你现在它的载弹量就比较大。同样一个歼35不是歼15，它放在这个福建号跟放在这个辽宁号上，它可能它的载弹量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福建舰其实它是中国大陆航母啊，目前算是最先进的航母。那除了刚刚提到说有电磁弹射以外，这个有人这样比喻说，福建舰是中国大陆的海军的巨舰非常大的一把舰。但是这个舰风呢，就是最新曝光的利剑无人机。那美国有军事媒体就报道说呢，这个攻击11利剑无人机呢是被发现说在这个机翼上面加装了折叠铰链也认为这个细节强烈的暗示着说，未来它是具备着舰载作业的能力，会是一个重大突破。它的战力是如何飞翼布局包括全融合机身，拥有极高的隐身性能。另外是速度跟航程方面呢，作战半径超过1500公里，载弹量呢可以高达这个2000公斤的精准导引炸弹，而且它的作战模式呢，现在具备高度自动化跟人工智慧的辅助能力。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摊开攻击11的数据跟能力来讲的话，现在又被发现说它在机翼上面加装了这个折叠铰链代表什么样重大的意涵？秉佑，你的了解是？其实应该要分成2个阶段来看了哈。其实大家以为在讲这个攻击就是所谓的折叠铰链，是因为它可以把机翼做折叠。那一般就是为了这个航空母舰上的空间有限，所以收纳战斗机的机翼做折叠之后方便收纳，那可以增加它的载弹量。但其实，在2024年7月4号就在中国的江南造船厂，它有一个，因为它就是专门去做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造船厂嘛它就有一个测试的设施，就被卫星拍到有这个攻击11的模型在那个地方做测试，意思就是说，攻击11显然它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预设它要上航空母舰，那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其实它已经是这样在做设计，被设定是舰载机，它一定会上航空母舰，这是第一个。但是就是说做这个折叠铰链，它有进一步的意义是，它是不是要增加它的携带量？如果是的话，因为刚刚我们在讲，全尺寸的，或者说像美国这种最大型的航空母舰，福建舰，第一个它的规模已经达到这个水准了。第二个是，如果它是一个有人跟无人机混搭的话，是不是因为它在有人无人的比例上面，它希望无人机的比例要拉高，所以它要把它的这个所谓的机翼做个折叠来提升它的作战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不要上航空母舰这一点已经是确定的，因为去年的照片就已经显示它就在做这样的测试不太可能说我测试失败之后我还来做这个所谓折叠铰链，但没有意义嘛。意思就是它已经成功了。好，第二个就是阶段，它怎么去增强它的战力。那现在看起来，如果说它能够去顺利的在这个折叠的这个设备上去落实的话，那很可能就代表就是它的整个舰载机的数量可能又比我们认知的在更高的一个数量去增加。香港01报道说，中国大陆的航母福建舰目前正在南海进行科研实验还有训练相关的任务，而这次的安排呢，跟2019年山东舰服役之前的最后阶段是很相似的当时2019山东舰在南海先完成了1个月的科研实验跟训练任务之后，就在海南的三亚海军基地正式交付给解放军的海军。好，那问题来了，就是如果福建舰现在也在未来会驻扎在三亚的话，那么现在呢，解放军3艘现役航母当中，就会有2艘是部署在南方战区指挥的海军基地。而目前呢，解放军海军一共是有2座航母的母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海南三亚，另外一个呢就在北边的山东青岛。而第一艘航母就是辽宁舰，现在就是驻扎在青岛由北方战区的海军来管理。南北这2座基地都具备至少可以停泊2艘航母的能力。好，那当然这个停靠的考量因为为什么要停在北边或者是停在三亚南边这边，多多少少也有这个
避免风险的考量。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吴老师哈，就是说依照这个避风险的逻辑哈，现在看起来似乎停在三亚这2航母啊，停在三亚的机会是比较高的，是这样子吗？我觉得倒不是避风险的考量哈。第一个，我觉得确实两支航母舰队都这个部署在海南的可能性确实相对比较高哈。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现在要回到中国发展这一个航母舰队的一个目的很重要，当然就 A2AD 嘛哈，对美日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所以换句话说，真的譬如说他真的打算要对台海动手的时候，那这个至少要有2支这个 CSG 航母打击群要出第一岛链。那你今天部署在这个山东过去辽宁号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讲哈，那当然你平时是随时可以出得去了，穿越宫古海峡或巴士海峡都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有动武的这个迹象，我相信整个岛链，你看最近这个美日在做这些动作都知道，就是这个锁海峡嘛哈。对。那第一个巴士海峡跟这个宫古海峡一定把它锁住。那所以最近为什么在演练这一个包含这不只是提风中程飞弹，那上面的标准6型是可以反舰都已经在做实践打击的测试。另外还有很重要，这五角大家不断在提 Nemesis 这一套系统也就是说它是用这个 JLTV 这种无人发射车搭载2枚 NSM 海军打击飞弹射程大概都可以涵盖到200公里。那美军把它部署陆战队这个放到这个离台湾只有200公里的这个巴丹岛，就是台湾跟菲律宾中间这个巴丹岛这个部分就锁巴士海峡。另外宫古海峡，你看同样 Nemesis 放到石垣岛，其实宫古岛未来都有可能部署，因为宫古岛现在他们自己日本的124式反舰飞弹可以涵盖同样真的双航母出去，那你又对台海动手的情况之下，这2个海峡一定锁住。那唯一可以进出可能美军比较难以拦阻的，就是从南海。从菲律宾的中部或者是比较难守没错。所以你先前你看辽宁号也曾经测试过走这个航路哈，那等于说一个是避免遭到美军的袭击，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要进出，他才有办法在作战的时候继续保持战力。那同时我们要看就是说三航舰不见得在作战的时候3艘都可以动用到了哈，因为一般来讲这个装备最基本的1艘作战、1艘训练、1艘这个维修了哈。那纵然你可以把训练舰马上转成是作战舰，最多也是2支航母打击群。所以未来特别是辽宁号也其实相对来讲服役很久了，比较老旧。我认为北京都不排除未来第4艘增建之后，可能辽宁号都要汰除了哈。那所以它维持4航舰或者是短时间，我觉得是做不到。所以真正拥有的战力可能是双航舰。那双航舰如果都部署在南海的部分，其实它的这一个战术上面的弹性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哈。那真的在作战的时候，它出岛链，其实就我个人的看法啦，航母可能在北京的眼里，甚至美军的眼里，本来它就不是真正反介入作战的利器，还远不如它先前阅兵展示的这些高参数的反舰飞弹，甚至中程的这个弹道反舰飞弹东风26D 这些哈，那些既低成本，同时量大，而且真正你看美军的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每次出来再谈。他的一个目标都不是锁定中国的航母舰队，都是锁定对方的这个反舰飞弹或高参数武器。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发展航舰当然是要跟美国，当然也要做一个贺主的较量啊。但是实际上真的作战的时候的部署那能发挥多少战力，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持续观察。OK， 这个邱老师你怎么看哈？因为面对中国大陆的航母，那美方相对来讲它的战略的调整，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些因应的部署会是如何？因为呢，这个美军的第7舰队的航母现在是驻扎在东北亚日本。那第7舰队单以这周来看在菲律宾呢，目前只有部署2艘，就是说有部署2栖指挥舰蓝岭号。美军部署在菲律宾目前主要的还是飞弹就是我们在最近常听到提风系统那但是呢，现在要逐渐加强的是关岛这边的防御，除了要花80亿美元新建36个飞弹防御系统同时也调动了像可搭载3万磅的这个巨型钻地炸弹GBU-57，还有包括 B-2 战略轰炸机要在关岛这边，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是美方也在知道，这个南海这边要加强部署美方他们因应的部署战略规划，您怎么看？我们还是觉得美军在未来印太方向对解放军的对抗，慢慢会撤到关岛的方向。因为你如果把太多在跟你的竞争对手对抗的情况底下，你把太多的战略资产或者设施放在第一线，那一旦开打，那你能保得住当然就很好。那如果保不住，你可能连第2回合要还手的资产资源你都调不到，你得要等
美国从本土或其他的战区把资源调到，那这个时间会拖非常非常长。所以一个比较好的，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1-2年，印太司令部的做法，就包含花这么多的钱去改建或者去加强关岛以及关岛周边。那很显然的，就是将来在印太方向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点不会在第一岛链上，因为第一岛链就是解放军的手马上就可以摸得到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的。那至于说不管是放在菲律宾或放在日本的这些提风的系统，因为提风系统打的就是战斧巡弋飞弹嘛。那战斧巡弋飞弹，当然它可以射很远，它可以往解放军往中国大陆纵深打。但是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军必须要回答的议题，所以它在针对战斧飞弹的防御体系或者是防空飞弹系，我们在这93阅兵里面看到，每个层次几乎是一个完整的飞弹防御系统，一个体系化的防御。但对中国大陆来说就是这样很简单啦，你打来我就把你打下来，对，打的这本来就是较量，所以美军当然可以部署提风飞弹，那中国大陆它一样可以部署它的防空系统。那两个国家在这个印太方向的军事实力竞争，其实就在互相比拼技术能力、军队训练、武器装备，所以未来这个部分前沿的对抗还是会进行，但是我们觉得美军的真正的战略资产以及比较核心的装备应该会撤到关岛这一线，而不会放在第一岛链。就是它大部分的攻击主力会后撤到关岛这个地方。对，在前面的包括菲律宾，还有刚才提到日本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攻击的，但是防御居多。请盟国，这是重点，自己努力，请盟国来处理。然后呢，我的攻击主力放在对我自己的本岛，我的这个就是说我的关岛哈，我的属地哈。